从庄子故事看人生抉择与幸福真谛。大家好，我是明德君。我的频道内容是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先秦诸子的思想星河中，庄子的学说宛如一颗独特而璀璨的星辰，散发着超脱世俗、追求自由的迷人光芒。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庄子秋水中的夜尾途中和吃得腐薯这两则饶有趣味又蕴含深刻哲理的故事，探寻庄子思想的奥秘，思考他们对我们现代生活的启示。先来说说夜尾途中的故事。一日，庄子正在蒲水岸边悠然垂钓，享受着大自然的宁静与美好。这时，楚王派遣了2位大夫前来，打破了这份宁静。这2位大夫恭恭敬敬地向庄子传达楚王的旨意：楚王愿将国内政事委托给您，希望您能出山相助，共理国政。面对这看似无比荣耀的邀请，庄子却连头都没回，只是握着钓竿，不紧不慢地说道：我听说楚国有一只神龟，他死去的时候已经活了3000年之久。楚王得到它后，对其无比珍视，用竹箱装着，用精美的金饰盖着，将它供奉珍藏在宗庙里。我问你们，这只神龟是宁愿死去，留下骨骸在庙堂之上享受尊贵的供奉呢，还是宁愿活着在泥地里自由自在地拖着尾巴打滚呢？2位大夫不假思索地回答：那肯定是宁愿活着在泥里打滚呀。庄子听后笑着说：对呀，你们回去吧，我也宁愿拖着尾巴生活在泥水里，也不愿被官场的种种规矩和束缚所起了。这则故事乍听之下，或许会让人觉得庄子有些不识抬举，放着高官厚禄不要，偏要选择在泥水中过那看似穷困潦倒的生活。但深入思考后，我们便能体会到庄子对自由和本真的执着追求。在庄子眼中，相位之尊不过是虚幻的浮名，就像那死去后被供奉在庙堂之上的神龟，虽有尊贵之名，却失去了生命最本真的自由。而他宁愿夜尾于途中，像那只在泥水中自由生活的乌龟一样，永葆自己的自然真性。这则寓言其实是在重申河伯与北海若故事中无以得训民的宗旨，告诫人们不要因为追求虚名而丧失了自己的本性。庄子为了追求这种不被世俗名利所左右的生活态度，提出了避世和游世2种办法。避世是一种比较极端的选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不合作主义。庄子认为，与统治者的一切来往都可能会污染自己纯真的天性，甚至有可能成为统治者奴役百姓的帮凶，所以他选择杜绝与统治者的关联，潜心山林，以于世外，自埋于民，自藏于畔，其声消其志无穷。这样的庄子在世人眼中或许是穷困潦倒的手持钓竿头戴破帽，但他却能时常流露出智慧之人最纯真的笑容。他的这种与现实保持距离的做法，虽然看似消极，但却有着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拥有独立的人格，清楚地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且愿意为了这份追求舍弃其余的一切。相比之下，游氏的做法则更加温和一些，他要求人们在保存自我真性的基础上与社会发生一定的联系，而游氏态度的前提是虚极，也就是让自己的内心处于一种虚空的状态，不被物欲所填满。只有这样，才能轻松驾驭世间万物，抵制住一切诱惑，避开可能出现的祸患。就像老鼠因为贪吃被夹子逮住，鱼儿因为贪吃被钓竿抓住一样。庄子深知欲望带来的陷阱，所以即使面对楚国使臣许邑的高官厚禄，他依然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地予以拒绝。宋代诗人苏炯的那句无求无欲无魔脑月白庭空一炷香，正是对这种游世境界的生动写照。庄子拒绝了楚国大臣的邀请后，便转身去找自己的老朋友惠子，这就引出了吃得腐薯的故事。惠子在梁国做了宰相，庄子前去看望他，然而有人却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的宰相之位。惠子听闻后顿时恐慌起来，在都城内连续搜寻庄子3天3夜，生怕自己的相位被夺走。最后庄子见到了惠子，对他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南方有一种与凤凰相类似的鸟，名叫鸢雏。这种鸟从南海出发，飞往北海，一路上没有梧桐树，它就不停息；不是竹子开花结出来的果实，它就不吃；不是甘醇如酒的清泉水，它就不喝。有一天，一只猫头鹰得到了一只腐烂的老鼠，正好鸢雏从它头顶飞过，猫头鹰以为鸢雏要抢它的腐鼠，便抬起头对着鸢雏发出吓得恐吓声：会师呀会师，
这几日你在全城范围内搜捕我，不就是害怕我抢走你的宰相之位吗？可你不知道，梁国的官职在我眼中就如同那只腐烂的老鼠一般毫无价值。庄子和惠子这对好友在《庄子》一书中的互动贯穿始终，真可谓是相爱相杀。惠子对庄子的评价用无用二字便可概括。在惠子看来，庄子的思想只能在理论层面探讨，缺乏实际应用价值。例如在《逍遥游》中，惠子就对庄子说：“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在《外物篇》中也同样表达了子言无用的看法，但庄子却不这么认为，在他眼中无用，恰恰是自己不被世俗利用的诀窍。惠子是一个非常重视实用价值的人，从《史记》中的一个故事就能看出，墨子花了3年时间做成一只木头鸟，可这只鸟只飞了1天就坏了。墨子的弟子们觉得木鸟制作精良，虽坏犹有价值，但墨子却认为做这只鸟没什么实际用途，还不如去做车轴，省时省力又实用。惠子听闻后十分赞同墨子的观点，评价墨子大巧，巧为泥，拙为鸟。正是基于这种实用主义的观念，惠子坚决反对一切大而无用之物，与庄子走上了2条截然不同的学术道路。惠子追求现实基础和实实在在的官职地位，而庄子追求人生自由和内心的纯真天性。这2种选择看似矛盾，但其实都有各自的道理。庄子的学说建立在道的基础之上，这使得他难免会给人一种虚无恍惚、实操性不强的感觉，在社会实际生活中也很难立即看到明显的作用。后世的实用主义大家韩非子就曾直接批判恬淡无用之教，也恍惚无法之言也。然而我们不能忽视庄子学说所具有的超功利的审美特征，它比先秦任何一家的学说都更能让人摆脱功利得失的束缚，达到一种审美自由的人生境界。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过于关注财富的多少、权力的大小这些实用主义指标，在这种环境下，人们很容易产生攀比和较量的心态，对损失感到厌恶，对收获不知满足，对没有得到的东西又心存执念。当内心被这些负面情绪充斥时，幸福感就很难进入我们的生活。相反，积极拥抱自然之美，尽情感受天文之乐，才是我们灵魂底层最真实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庄子的学说看似无用，实则有着大用。他教会我们看淡功名，摆脱功利的束缚，去发现生活中真正的美好。而惠施的功利眼光虽然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追求，但却显得浅薄而又局限。人非立天，鱼翔浅底，大自然的天地大美需要我们用心去感受，不要让那看似诱人实则腐朽的臭老鼠肉，也就是那些世俗的功名利禄，阻挡我们通往幸福的人生通道。让我们从庄子的故事中汲取智慧，学会在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保持一颗纯真自由的心，去追求属于自己的那份幸福和美好。请您关注我的其他内容，通过传统文化帮助我们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